第二个我想介绍的音乐节呢是阿斯本音乐节。阿斯本音乐节是个很好的老牌的音乐节，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它是有74年的历史了，每年大约有400多场古典音乐的音乐会。它和 RPPF 不一样的是，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综合的音乐节，不是只有钢琴的。第二点，它是分 studio 的，也就是说你要从里面选一个老师当你整个夏天的专业老师，所以它就更像一个为期2个月的学校。第三点呢是它的战线拉得特别长，它不像 RPPF 只有3个星期，它是整整8周2个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个月，就是半期学员，半期的学费就会更贵，比较不划算。这个音乐节对我的体验，强制性的在山里修身养性了2个月。对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我当时一种非常焦躁的生活状态，不管是对专业还是对生活。就首先它在一个景色很优美的山里面，然后这山里面也没什么信号，特别原生态，你就不能一直刷手机，你又老要等个公车呀什么的，这时候又不能刷手机，你真的就只能抱着一本书看。结果我就那个夏天真的静下心来看完了好几本我一直想看的书。再一个，它整体生活比较与世隔绝，它是在山里面嘛，就很返璞归真，就特别的能让人专注于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正在练的曲子呀，比如说对职业生涯的思考啊，比如说观摩大师音乐会后的一些启发呀等等。那说完了我的体验，我也一样客观的总结一下它的几大特点。第一点，师资非常好，请的来演出的艺术家水平也非常高。我们就拿钢琴来举例吧，2023年的常驻教师有这些，那这个师资是很强大，能和他们连续学2个月是非常好的体验。请来演出的艺术家就不用说了，市面上从年纪大一点的大咖们，再到年轻一代比较炙手可热的新星们，几乎就是来了一个遍。年轻的比如说瑞晨、Trifonov，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Kolodenko、Jonathan Biss， 年纪再大一点的Stephen Hoff、Bronfman、Hamlin、Gil Shaham、Renee Fleming， 一下类似于把纽约爱乐整个乐季会请来的大咖们缩在2个月全请来了，然后学员看所有的音乐会都是免费的，就是浓缩的全是精华的2个月。刚开始看到每一个名字都在尖叫，到了后面看到这些名字都有点麻木了。那个时候最后一场是 Hamlin 的音乐会，我们当时为了看奥运会女排的决赛就没有去看 Hamlin 的音乐会。第二点呢是它包含的专业非常多，所有乐器，声乐有指挥、作曲、新音乐等等等等，它都有，所以它学员的数量也是很大的。这样一来，你呢就可以认识很多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的人。当然，也因为人多，你可能到这个音乐节结束，很多学生你都只是点头之交，压根儿记不住名字。因为包含的专业多，所以你可以看的音乐会的类型也很多，就不只是钢琴啊，小提琴、大提琴、长笛、声乐歌剧，你什么都可以看到。第三点呢是它的学生演出实践机会也很多。钢琴呢是有各个地方的独奏，室内乐有专门的实践演出的地方，管弦乐呢有乐队，就每周都可以和不同的客座艺术家演出。如果你想的话，你每周至少可以找到1次上台的机会。所以2个月的时间也很适合慢慢的打磨一首你很想细抠的曲子，多多的上台实践。最后你在离开这个音乐节的时候，可能就跟来的时候弹的完全不一样了。第4点呢是这个音乐节虽然摊子很大，但是音乐节的组织能力非常的强，一点也不乱，并且非常的能够为学生着想。比如不想住校的人，他就会专门弄了一个网站，让当地有空房往外面租房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的价钱条件清清楚楚的列出来，要给他的学员看。还有些学员觉得阿斯本机场太贵了，就想飞到旁边的丹佛，他们也专门建了个页面给大家安排，网上填时间看都有谁是从丹佛过来的，这样大家可以找伴儿搭车过来。他们还会经常放一些当地的工作的广告，比如教堂里的工作呀，比如去别人的私人宴会上演出啊等等。我当时是参与了教学工作，就是教当地的学生弹琴，是1对1的钢琴课。我的学生里呢，有当地的高中生，也有当地的成年人。我还参与过给音乐厅当工作人员，就是 usher， 他们会有专门培训你的人，就一切都非常的有条不紊。整体给人感觉就是这个音乐节是非常用心的，想去帮助我们这些所谓的穷学生，让我们的日子尽量的好过一点。
第5点呢，是阿斯本这个地方实在太漂亮了，是传说中每个美国人都想拥有一栋房子的地方。这个小镇呢，就很像是坐落在美国的欧洲小镇，它的建筑风格和自然环境都非常有味道。论自然环境呢，它有山有湖，小镇的镇中心呢又是干净整洁。他们是个高海拔地区嘛，所以也不是特别热。学生可以免费租自行车，骑车到镇中心去吃饭。每周末大家还可以约着一起爬山，整体就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了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整整2个月，幸福感非常高。那如果你听了我的介绍很感兴趣想报名的话，以下几点同样也是我觉得你需要注意一下或者考虑一下的。第1点，学费不便宜，2023年纯学费就5000多美元了。可以看到还有很贵的，比如说住宿费啊这些的。它是可以申请奖学金，有些专业也有 fellowship 就是包吃包住，什么都包也不用交钱。但是如果你是纯钢琴独奏专业的话，你基本上还是要靠自己去申请奖学金。如果完全没有奖学金，那真的是非常贵。第2点呢，是它的琴房不够多，很难抢。有时候我觉得我练琴就像打游击战一样，早晨7点钟先去一个教室趁着这个教室没有课的时候，先练它个2个小时，等到9点钟老师来了要上课了，我再撤到别的地方。如果你不差钱的话，他们还有一种付费琴房，就可以签固定时间预约某个琴房在那儿练琴。第3点呢，这个小镇的物价特别的贵，我记得7年前就是一盘不怎么样的沙拉都要卖20多块钱。我作为一个从来不做饭的人，在那里生活了2个月，活生生的学会了买菜备餐。吃食堂的话，说实话不太好吃，尤其是到了周末食堂也比较混。但这个就很私人了，如果你觉得吃什么对你来说无所谓，能活命就行，那就也不算什么了。第3个音乐节呢，是我很小的时候，上附小还是附中的时候参加的，那个时候是许忠老师办的，在上海的一个很大的封闭式的，像一个带着各种设施和公园的训练基地一样的一个地方。这个音乐节是20年前的事儿，一个是我当时太小了，一个是这个时间实在太久远了，导致我甚至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学费是多少也不知道，并且我都不确定它还存不存在。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大概都是欧洲的老师，有一个是俄罗斯的，其他应该是法国的，没有美国的老师。那你可能要问我，你什么都不记得，你干嘛要提这个音乐节呢？因为我想通过这个音乐节和我自己的体验来聊一聊，对于一个年纪很小的小孩，送他们去音乐节有没有必要。我当时的年纪大概是10岁出头，本身自己在练琴上是毫无主观能动性，而且非常叛逆，只要有人不看着我，我就不好好练琴。虽然我人在音乐学院附小附中里面，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是我的一个选择。我练琴就是为了上课不挨骂，下课不挨打。这个音乐节呢，给当时那个年纪的我了一个沉浸式的音乐体验。因为营地里没有家长，住在一起的都是学员，就你身边都是小朋友、大朋友、老师，全是音乐家。每天的活动就是围绕着结伴去练琴，结伴去听别人上课，自己上课，互相观摩，互相听对方的音乐会，一起吃饭聊天，互相打探给哪个老师上哪个曲子比较好。晚上大家一起进城听大师的音乐会，互相打探哪个老师脾气比较好，互相聊哪个老师比较帅，等等等等。前段时间那个电影里不是有芭比王国吗？那个地方对当时的我来说就是一个音乐王国，一个没有人管，没有人骂，没有人打，就是让我愿意去主动接触到很多知识的这么一个地方。可能身边都是弹钢琴的小孩，就会让人很有归属感。又因为这种归属感呢，心中对音乐的那个热爱和享受的程度也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从音乐节回来呢，就对于想做音乐和做一个好的音乐家这件事情有一种强烈的渴求，非常向往能成为台上那些很成功的艺术家。很多天之后都是每天热血澎湃的，这个感受上的体验强烈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连音乐节的名字都记不住了的情况下，这个感受我还是能清清楚楚的记得。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觉得是很值的。因为那个年纪的小朋友就像海绵，他吸收东西吸收得很快，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容易的。一个对的音乐节对一个小孩子的影响，可能是可以持续
很长的一段时间的。那因为这个音乐节也不存在了，我就来聊一聊我能记住的几个关键点，大家以后给年纪小的学生报音乐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点呢，是他住的地方像一个市郊的基地，很漂亮，有操场，有花园，有琴房，我感觉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奥运村。晚上练完琴了，大家伙还可以一起逛逛花园啊，溜溜弯啊什么的。基地的大门口应该是有人看着的，是封闭式的，所以不用担心安全问题。这个基地应该是很大，在那个年纪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无边无际的，是用腿是走不出去的。第二点呢是设施特别好，它的琴房不用抢，每个琴房有2架琴，学生人数和琴房数量的比例应该是我去过音乐节里最好的。如果想的话，你可以待在琴房里一天一直练琴都不出来。我觉得对于小孩这种不善于抢琴房的物种，如果让他们抢琴房，他们可能就选择不练了。第三点，吃的怎么样我不记得了，但是应该就是在食堂，没有什么槽点，不记得为吃的发愁过，不记得吐槽过吃的不好吃。住宿是类似于宾馆的双人间，每个房间有2个床，2个小朋友，有电视，有热水器，带洗浴室。第四点呢是价钱，虽然爸妈也没告诉过我多少钱，就算告诉过我，我也不可能记得多少钱了，但是应该是很贵，尤其是我现在回想一下这些硬件条件。而且我记得当时结束的时候，我跟小伙伴们约好说我们第2年一定要一起再回来，结果第2年我也没回去，可能就是因为有点贵吧。好啦，这些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的参加音乐节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那如果再有任何问题，欢迎给我留言，拜拜。